莫迪老先法力无边，身为一个低种姓的人，为何能爬到总理这个位置，并且连着当了3届呢？因为他向世人证明了自律到极致的人究竟有多可怕。从2014年开始，整个印度的人民称其为半仙，也就是莫迪老先的由来。印度民众非常的看好他，在每一届的大选上，他都能力压群雄成为总理。那么他究竟是咋做到的呢？1950年9月的时候，莫迪出生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小镇，那里穷的一批，到处都是低种姓的贱民。莫迪家其实过得还算不错，因为印度全年炎热的原因，他家祖上3代从商，只不过商的有点低端，就是整了个移动茶水摊，一般都是跑去人多的地方，什么火车站、公交站，印度人每天都要整一口凉奶茶，要不然热的裤衩子占地面。而莫迪从小就帮忙卖茶水，一边卖茶一边读书，日子过得还算平淡。但是莫迪老先可不平淡，因为他是真的自律呀。本来他不应该有资格上学的，但是当时的印度大改革，所以他才去上学了。而他家是真的很穷，连一个电灯都没有，到了晚上只能点煤油灯。虽然努力学习，但是成绩依然中等，而且在学校的表现可以用杠精来形容，经常和别人吵架，老师让把作业给班长，他觉得班长没资格，非得亲手给老师。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估计一生也非常平淡。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国家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咔嚓就分裂了，所以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组织。当时莫迪8岁，参加了一个志愿团，名为 RSS。 这个志愿团充满了政治色彩，大概有200万到600万个会员，要求自己的信徒需要戒掉欲望，并且要有铁的纪律。他们崇拜小胡子，而且推崇以色列，并且还对小孩进行军事训练。莫迪也是其中一员，所以在8岁那个打酱油的年纪，莫迪思想早已改变，认为自己能成大事儿，还希望自己能出家。不过他虽然参加了 RSS 的活动，却没有正式加入，所以他小时候的日子过得依旧平淡。不过莫迪18岁那年，家里给他安排了个亲事，本来莫迪想着终身不娶，但是架不住家庭的安排，所以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加入了莫迪的家庭。但是莫迪没有一丝的欲望，只想着咋搞政治，所以莫迪做出了重要决定。因为他自律到了极致，发誓自己终身不娶，所以对家里安排的17岁的娇妻没有一丝丝的欲望。所以莫迪就背上了行李，谎称自己要爬珠穆朗玛峰，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家，坐着车环游全国。整个过程中都在宣称自己是单身一人，全心全意为了政治，做了无数件收拢民心的好事。1975年的时候，尼赫鲁的女儿感觉这个 ISS 组织不是啥好人呢，所以就派人解决了这个组织。莫迪就转入了地下工作，还获得了政治学的文学硕士的学位，而且他能言善辩，很快就获得了组织高层的信任。终于在1985年 RSS 组织并入了全国民主联盟，莫迪不用再偷偷摸摸的，直接成为了古吉拉特邦组织分部的秘书，算是正式的踏上了政坛。2001年的时候，古吉拉特邦发生了7.8级的地震，而当时的首席部长遵循了印度官员的老传统，那就是贪污腐败，所以不能出面，莫迪就成功当上了首席部长。只不过他不是很愿意。到了2008年的时候，印度很出名的公司塔塔集团就宣布准备撤出孟加拉邦。这个消息传出后，其他邦纷纷开始联系，尤其是莫迪，手段那是极其之快。为了让塔塔公司入驻，不到3天就干出来一堆的政策，比如说减少税收或者政府贷款，土地安排最好的地段，听得塔塔公司爽的一批呀，所以就跑到了古吉拉特邦。而塔塔公司也不负众望，1万多人都有工作可干，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塔塔公司都能搞过去，其他的公司更是不在话下，所以很多公司也跑到了此处。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投资金额就达到了220亿美元，占了整个印度的1/5。你就说牛逼不牛逼？牛逼！所以说呀，这个成绩也让很多人认识了莫迪，他的晋升之路自然而然的也会变得顺畅。所以在别人的劝说下，莫迪决心已定，决定冲一波印度总理。2013年的时候，莫迪在竞选网站上写下了自己的标语，由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占了印度总经济的1/5，所以身为首席部长的莫迪表示，如果古吉拉特邦能有这样的奇迹，那么印度自然也是可以的。所以在2014年的印度选举，莫迪那是一展风采，以31%的得票率打败了甘地家族，他的最大竞争对手高种姓拉胡尔直接没干过莫迪。这次总理竞选
选，整整选了36次，花了3050亿卢比，而且打破了所有人的认知，一个低种姓的贱民竟然能坐上总理这个席位，绝对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这次大选在印度是绝无仅有的。上任之后的莫迪也是非常的开心，并且很快给出了动作。第一个重点就是抓腐败，印度的腐败严重程度那真是无人能及呀，每一个官员都想捞一笔。所以2个月之后就出台了11条法律，对于腐败做出一系列的惩罚。虽然现在用处不大，但是毕竟做了。后来又整治了一批啥也不做拿工资的公务员，而且他非常的懂国际局势，知道利用人口的优势来把印度变成劳动密集型的大国，所以加强了数字网络，让印度追赶世界潮流，并且大量的邀请外资跑到印度开工厂做生意。虽然很多工厂被坑的窜稀，但是确实为印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让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获得了稳定的岗位，而且对外关系也维持得很好。西方那边不咋管他，隔壁兔子也不咋管他，身为南亚霸主的印度过的生活那叫一个舒坦。虽然西方不管他的原因是因为印度实力不足，但是莫迪做的实在是不错，并且还积极购买别国的武器，尤其是俄罗斯的，给大毛都喂胖了，所以军事实力也是急剧飙升，这几年都干到世界前5了，经济实力也一样干到了前5，所以战绩十分的不错。但是还有非常多的不足，比如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印度人大量去世，但是莫迪竟然没咋管，把印度总理府和议会等地全部翻新了一个遍，所以也被很多人声讨。有人说他是救星，也有人说他是冷血，反正莫迪老仙还是挺厉害的。宝典一块布，全球我最富，而这个全球最富的骆驼却最喜欢跑到中国消费，对兔子售卖的武器爱不释手啊。今天就来说一说那些年骆驼爱上的武器。上一年的珠海航展啊，也可以被称之为中东的双11。沙特土豪在现场笑的那是合不拢嘴呀，感觉兔子的装备真是小母牛上电线，一路牛逼带闪电，恨不得当场直接表示拿着钱滚出我的航展。而我国也是很给力呀，整了一堆的沙漠涂装的装甲车、坦克、火箭炮等装备，关键旁边的介绍不止中英语，还直接整了阿拉伯语，算盘珠子直接崩到了骆驼脸上。不过这骆驼是真的想脸借算盘呢，毕竟营销实在是太给力了，狂躁的标语令人心动，看您想看，挥您所挥，快您想快，审您想审，牛逼，令土豪们十分的向往。所以啊，当天的销售额直接就干到了2500亿人民币。那次航展呢，最让土豪们心动的不是坦克、飞机、火箭炮，也不是新枪啥的好东西，而是对外出口合成铝。这玩意儿有多门呢？只要你付了钱，一个合成铝的装备就会直接飞去你家，实力直接从垃圾变为大佬。可以说要是非洲哪个国家买了，靠着铝里面的一个银都能制霸非洲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一个铝的装备贵了一批，除了骆驼能买得起，其他的貌似非常困难呀。不要捉急呀，我们早已想好了办法。这个合成铝里面拥有侦察营、装甲营、炮兵营等10几个部分，顾客可以手动 DIY， 想要几种都可以买，直接给其他国家整哭了，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纷纷花钱购买。不过这玩意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比如说老美过来买，咱还不一定卖呢，毕竟自己卖出去的武器可不想最后砸到自己的头上。而沙特对这个就很有兴趣，并且很有钱呢，曾经呢还上交过党费，所以对此非常的喜欢。为啥这么喜欢呢？因为这玩意儿是真猛啊！沙特要是买一个回家，周围几个国家都得瑟瑟发抖，而且还会有一个 buff， 名字叫做五常的庇护。看似买了个合成铝，其实呀就是给五常交保护费，别人想打你都得给背后大哥个面子呀。所以骆驼对于我国的装备那是爱不释手。这次合成铝呢，只是多年以来其中的一项，其实很久很久以前，骆驼就领教了中国武器的实力。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跑到中国购买武器。上一年的珠海双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他们早在1987年就给我国交过党费了，那件事十分的搞笑，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个大便宜。交易完成后呢，匆忙离开。这就是沙特跑到我国购买东风3导弹的故事。1987年那会儿的两国呀，一个是钱多的没地儿花，但是呢急需提升国家的实力，一个是穷的想顶
叮当，但是装备却很不错。这俩条件一结合，沙特就跑到了我国，准备商讨这件事情。当时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没见过。兔子寻思着这谁呀，头上顶着个布干啥？骆驼则是寻思这地方看着也不富呀，真的有导弹吗？双方带着怀疑的心思开始了正常的谈判。我国提出了俩要求，一个是导弹基地的维修建设全部由我们负责，第二呢就是沙特不能发射，按钮呢得掌握在我国的手里。沙特直接就麻了，这啥意思啊？买车不给油门，我还买个屁呀！而我国呢则是很淡定，表示可以先观看发射的全过程，再决定买不买。当狗大虎看完之后呢，那是被青龙刀捅定，开了个大眼，果断开始准备商谈。双方此时呢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谈判有多搞笑。我国想着怎么出价格才能不吓跑对方呢？沙特想的是如何出价格让对方心甘情愿的售卖呢？双方顿时就尬住了。但是我国首先打开了僵局，缓缓伸出了一根手指，意思是1000万美金一颗。对面狗大户一看，立马是喜笑颜开呀，连忙表示同意，表示要购买35枚，并且直接转账。我国看着手上的35亿美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应该是3.5亿吗？小数点打错了吗？不过呀，看对方好像很高兴，就没有说什么，只是非常的震惊，对方竟然如此有钱。这35亿美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才有22.72亿美元，这35亿直接救了老命了。后来听说沙特这次的预算一共有80亿美元，才发现当时应该伸俩手指头的。沙特拿到这35枚导弹后，那是迅速的离开，感觉自己占了大便宜。后面也证明确实是占便宜了，因为后面30年都没多少人敢惹他，也算是很划算了。到了如今，骆驼们在我国消费已经很多了，并且还想更多，因为他们盯上了我国的神剑052D。 Nice。土豪沙特有多爱中国的武器呢？30多年前东风散入坑，到上一年爱上合成铝，再到今年看上了052D，都是他们爱中国装备的证明。今年2月的时候，我国的052D南宁舰跑到阿联酋参加了国际防务展，中东一群大哥们是猛上去观看呢，就差当场掏钱了，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他们想憋一个大的。当时防务展结束之后，就传出了小道消息，说中东几个国家想大量购买052D驱逐舰，但是只是小道消息。到了4月的时候，我国进行苏丹撤侨，派出了俩052D，还有一艘远洋的补给舰，成功让同胞们回国。苏丹士兵还帮我们换轮胎。然后这俩052D的第一个中转站就是沙特阿拉伯，给土豪们整得兴奋至极呀，疯狂上前观看。这个事情过后呢，一个消息又传了出来，那就是沙特要买12艘的052D，双方高层都没有回应，但是很有可能是真的，只不过数量可能有变动罢了。为啥这样说呢？首先，我国能用052D参加防务展，说明已经有出售的意图了。然后就是老美的态度，认为沙特是在扯淡，表示呢会立刻关注此消息。对于成天偷油的家伙，沙特自然不是多么的喜爱，所以这件事才有可能不止沙特，还有一个国家叫做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是非洲了，也是非常想买052D的。一想呢就是买6艘呀，这俩国家呢都很有可能买，因为沙特交的党费够多，经常购买我国的武器，还是比较放心的。这个阿尔及利亚呢，可能大多数人呢都没听说过，这哥们儿呢纯属是跟着苗红。身为非洲最大的国家，当时他们困难的时候，我国就开始帮助，什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力量改名解放军，都是我国帮助过的痕迹呀。他们非常敬重毛主席，每年呢还会颁奖怀念呢。如今呢他们是全球第2大天然气出口国，全靠能源赚钱，所以说购买6艘也是没啥毛病的。总之这俩消息传出来后，其他国家该看热闹的看热闹，该生气的生气，我国网友则是很兴奋呢，让你们看看兔子的装备究竟有多强。如今全球的军事实力已经不是前几年了，老美的一超多强地位早已经不复存在，我国的装备实力极具性价比，相信还有很多国家对我国的装备垂涎欲滴呀，感慨我国进步神速，安全感直接拉满呐。印度派出军队去缅甸解救同胞，这件事经常在评论区看到。对于印度政府突然拥有的人性，我只能是裤裆里拉二胡扯淡呢。阿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派兵过去了，就像不知道鱼雷何时滑落一般。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究竟是啥呢？接下来咱就来看看阿三拯救同胞的虚晃一枪。这个消息是前段时间不知道是哪个媒体放出的消息，然后被同行疯狂转发。这个消息是啥呢？说是印度为了解救在缅甸境内被嘎腰子的同胞，
直接触动了直升机、轰炸机，特种部队也同时行动，闯入缅甸的园区，并且开始疯狂的突突，解救了超多的印度公民。然后缅甸军方对此抗议，并且上报联合国。最后的结果却是缅甸道歉，说是一次就救出了315人，后续还会有更多，并且印军发出言论，警告缅甸要是继续下去，印军将会采取更屌的行动。反观印度国内，那是载歌载舞，好不快乐呀！不得不说，好一个爽文男主翻盘的故事，离谱程度不亚于印度的神剧。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东南亚各国那是十分的震惊呀。阿三自己看了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呀，而国内某些人看完之后，那是大肆的夸奖阿三的行为，并且开始对我国阴阳怪气。阿三这波的分歧直接从小菜鸡转变成为了战神，这些人对印度的好感也是疯狂的提升呢。只要关于印度不好的视频，就会阴阳上一句，人家印度去缅甸救人，咱们怎么不去呢？这话术非常的统一，像是机器人批量发布的。不过呀，先不管这些，要是真正相信的那些人，说不好听的，迟早被骗去缅甸。经过各个大佬的查询，发现这件事呢，纯属是左脚踩香蕉，扯淡呢。印度各个网站没有一个是报道此消息的，甚至是之前疯狂夸印度的媒体也没有说这件事。最后只在印度驻缅甸大使馆的账号上发现了他们发布的内容，说是印度确实是有救人，只不过不是什么军队强硬进攻，而是印缅双方合作才救出来315人，而这个最新被救的人是在3月16日。好了，这直接结案了，这些人都是缅甸军队救的，和印度的关系呢，仅限于印度张了张嘴。关键是那些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的人才能完全相信这件事，并且还大肆鼓吹呢，太自歪了。印度出动军队去缅甸救人，只能说这件事不当里巴和扯淡。关键呢，还真的有人深信不疑，并且开始阴阳怪气。首先，这印度都没有官方的消息；其次，这俩国家都是国际承认的，双方都有政府，印度怎么可能随意出兵？美国想要入侵某地，还得找个像样的理由呢。这印度啥理由都不找，直接出兵呢，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所有事都不是空穴来风，这件事还真有一种可能是双方私人矛盾传播成了最离谱的版本。在今年1月10日，印缅就发生了点小摩擦，当时挨着印度的维多利亚地区遭受到了缅甸空军的轰炸，因为这里有很多地方的武装部队，这缅甸政府正在一点点的整顿。不过这是一家人打一家人，和别人没啥关系，当然印度也知道，所以在周围吃瓜看戏。但是问题就是这些地方的武装军队根本干不过政府军队，所以这些人为了躲避轰炸，就会跑到印度境内。阿三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搞事就行啊。结果这地方武装部队不讲武德，直接向阿三告状，说他们虽然不知道缅甸政府到底开的什么飞机，但是他们亲眼看见缅甸政府在轰炸的时候有明显的越境的行为。一听这个，阿三就坐不住了，迅速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其实没啥呀，因为这次轰炸除了声音有点大之外，也没啥不对劲的地方，所以就对此事呢做出了回应，说我们印度是讲武德的，虽然你们越境轰炸了，但是我们的居民呢只是受到了惊吓，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这次就原谅你啊，不是，这次的事情就算了吧。 Nice。不过呀，在我的印象之中呢，阿三绝对不是这么好说话的，甚至有点不讲武德。只能说这印象呢还非常的正确，因为阿三确实不讲武德，表面上客客气气的，暗地里则是准备偷袭。2个月的时间内，派出了阿萨姆步枪队对缅甸进行了偷袭。他们去干啥了呢？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们跑到了平民的村子里，然后偷偷的开枪，成功惊吓到了人民，然后再偷偷的逃跑，这就是报复的方法。而这还不是阿三的极限。贱不贱呢？真的太贱了！这个印度出动军队去缅甸解救同胞这件事情，我只能说谁信谁傻子。虽说印度军队确实进入缅甸，却不是救人的，而是去祸害人的。自己人被轰炸吓了一跳，就跑到缅甸村子里开枪吓人，然后偷偷的跑路，还经常抓一些反地方武装的人。你说这小气不小气呢？那么这个离谱的消息到底是为何传播如此的广泛呢？这时候不得不再提到我国，这个消息的传出大概是3月左右，而
3月30日的时候，我国和缅甸的警察局还有泰国国家监察局联合开始打击人口贩卖还有诈骗嘎腰子等罪犯。这个合作很厉害，不仅可以威胁罪犯，还能更好的解救被骗的人。而就在3国联手的同一天，泰缅两国的武装力量就跑到了诈骗集团的地盘。6天之后呢，缅甸政府又和诈骗团伙交手，交完手之后，缅甸就突然宣布此地和泰国的口岸关闭。缅甸政府这么多年都没有斗过这些诈骗团伙，这一联合就有成效。看来后面呢绝对有优秀的指挥。根据湄公河行动的经验，这次3个国家的联合大概率是听我国的指挥，所以这很可能是我国进行出手的。所以之前传出的消息呢，完全是个虚假的消息啊！因为阿三自从被我国暴揍了一顿后，就把我们当成了竞争对手。你说差不多一个时间开始发展，印度起步还比中国强，为啥一个发展神速，一个发展慢速呢？所以印度渐渐的怀恨在心啊，经常性的搞事情。所以这次的事件中就有印度搞事的成分在。眼看中国取得了好成绩，直接出钱在网络上散布谣言，并且顺带呢把印度宣传成为一个正义的大国，纯属一石二鸟的事儿。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就看这些评论区的话术，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啊。然后你反驳他，他还不回你，如果他回了你，大概率就是一个二愣子。这种人也是最容易被骗的。所以说呀，这件事可以得到的教训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看见啥就相信啥，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人家说境外月入10万，你就心动想去，那不骗你骗谁呢？总之呀，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架空美国这件事儿，全世界有谁能做到呢？阿三表示，这不就是老奶奶擦鼻涕手拿把钱吗？牛逼！没错，架空和逆袭美国这种我们都无法做到的事儿，让印度人率先做到了。有人可能认为是在扯淡，一个笑话能说3年的国家咋能逆袭老美呢？但是事实就是，美国硅谷的很多大公司，包括推特、硅谷、微软等，他们的 CEO 全是印度人。严谨一点说的话呢，是顶着印度脸的美国人。还有公司很多管理层也是这样的印度裔。不得不说，阿三的 IT 天赋确实好，可惜啊，全部跑到美国。表面上看，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印度网友对于他们那真是疯狂的侮辱，把美国包括他们的所有的小弟全部不放在眼里。比如西方舆论都在反对大毛的时候，印度网友就看不惯，在网上怒喷欧美的联军。由于几个国家的喷子加起来都没有印度的多，所以导致根本喷不过呀。所以阿三呢被称之为有管5长之首，绝对是有依据的。有鬼子在网络上带头起哄说制裁大毛，说俄罗斯这个行为就是一种入侵的行为，不仅要让其停止战争，还要把属于日本的北方4岛全部归还给日本。这评论呢真是太会绑架了。阿三也表示非常的不屑，直接开始敲键盘，你们这日本人不咋地呀，曾经挨了俩美国的原子弹，也没见现在说复仇啥的，美国人都能原谅，难道原谅不了俄罗斯吗？这句话说完，直接给小日子整急眼了，开始转头攻击起了印度。想了半天发了一句，你们怎么说话的？先把国内的恒河水治好再说吧。这句话的反驳点之明显，令三哥呢直接笑出了声，并且表示我们敢喝恒河水，你们敢喝核污染水吗？小日子冥思苦想了许久，还是决定不再回复了，因为实在是无法辩驳呀。此时的阿三摸着巨蜥，笑呵呵的看着小日子退场，不只是对日本，他对美国的小弟们也是舌战群儒，不落下风呢。真的这些欧美国家十分的难受，而且不止战他们的小弟，还敢直面呢怒刚老美。可能有人会疑惑了，这印度为啥这么刚猛呢？就不怕老美的物资装备全部停止供给给了印度？阿三表示，你觉得我会怕？如今的美国的硅谷全部都是我们的人啊！没错，在互联网这方面，美国早就已经被印度架空了。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事实。原因呢，还要从很久以前说起。Nice。作为有管5长之首，印度在网上那是怼天怼地呀，就连自己的大哥老美那都根本不放过，整的老美和其他的几个小弟在网络上面毫无面子。而印度呢根本不怕老美的原因，就是他们早已架空了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传说中的 IT 强国。曾经美国硅谷的一位家长想给孩子找一个学校，结果进去一看，全部都是皮肤黑黑的、头发卷卷的印度裔的小孩，白人根本没有那么多呀，家长都麻了，这到底是美国硅谷
国还是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怎么整得跟穿越了似的呢？嘿嘿，别说是学校了，就连各大企业的 CEO 也悄悄地变成了印度裔。原因要从苏联解体后说起。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老美过得那叫一个一帆风顺，科技直接领先全球第二几十年呢，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呀！所以啊，国内的资本家直接就飘了，看向了来钱最快的金融产业，不仅羡慕而且嫉妒，动动手指就能拿钱，这边累死累活的才挣到手，所以直接把工厂关掉，一同囊进了金融产业。但是没实业不行啊，所以实业全部转业，跑到了人口密集的地方。互联网和科技产业也一样，印度就是其中一员，只不过接触的就是打电话、敲键盘等工作任务。当时这些企业入驻印度时，很多人都疯狂了，因为这些美国企业是印度唯一不受种姓制度影响的，只要你会英语，稍微懂点计算机技术，就能干得一帆风顺。所以一大坨的印度baby就跑到了美国互联网公司干活。美国这些公司呢，当然也很是愿意，不用教英语，只要稍微培训一点，就能获得如此廉价的劳动力，真是爽的一批呀！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超多的印度人占据了美国互联网的工作的岗位，虽然是底层的，但是还是有点权力的。他们发现他们能够把自己总统分了，竟然分不了几个印度 IP， 直接给老美整麻了。这些印度账号聚集在一起，一直引导舆论，从来都是欧美输出意识形态，结果这回被反向输出了。阿三这波直接影响了老美的利益，整得老美十分的难受，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最后那是难受他妈给难受开门，难受到家了，我浑身难受。为何印度网友骂欧美联军却没人谴责他呢？因为没人能管得了，老美都束手无策，因为美国互联网公司被印度人占领了，想分那些骂他们的话语呢都费劲儿啊。所以啊，导致阿三在外网上杀分了，逮住一个欧美联军就喷得他抬不起头呀，说韩国有驻韩美军，说日本不敢喝核污水，说美国能不能别成天的侵略。到了如今，不只是底层被印度人占据了，就连高层的30%都被印度人占据了，甚至有的公司已经沦陷， CEO 都成为了印度人，比如出名的微软、硅谷、百事可乐、诺基亚等等。虽然是印度裔，不算是印度人，但是脸是一样的，万一有一天双方闹掰，这些人一爱国全部带人跑了咋办？所以老美也很苦恼呀，互联网咋就是干不过印度呢？只能说呀，是自作孽不可活呀。老美从苏联解体后已经习惯性的俯视全世界了，每天不是入侵这个就是欺负那个，偷偷油占个领，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舒坦了。那些舒服的工作留下来，其他脏活累活就交给其他人干就好了。所以当时呢，去印度的时候就把设计师和程序员留下来，其他项目交给阿三，他们在那边摸着巨蜥抠着脚就能把工作完成，绝对是双赢的事儿啊。不过这印度员工还是拿到了一点权利的，就是能分别人的号。老美这舆论一下控制不住了，后面阿三越学越多，渐渐呢架空了老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一心为了利益去赚钱，把其他人呢当成傻子。比如说一个自由女神，老美是头，胳膊是印度，腿和上身是其他国家，脑子经常压榨身体的部位。突然有一天脑子发出指令之后，身体不听使唤了，脑子一下就慌了，甚至这个女神自己行走跑到俄罗斯去了。你说这脑子还有啥用呢？所以地球互联网上的印度人目前就是无敌的存在，被称之为有关无常之首，疯狂攻击欧美联军，只能说是小母牛上飞机，牛逼上了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评论区留言，常点赞月入100万，欢迎各位下次来看。